紧乘式的初夏，像个刚睡醒的娃娃，脸上还带着几分慵懒的潮气。午后的阳光透过沿街茂密的法国梧桐叶，在柏油马路上洒下斑驳的光点。老城区商业街上人来人往，水果摊贩的叫卖声，服装店播放的流行音乐，孩童的嬉闹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一幅充满生活气息的画卷。突然，啪！一声石破天惊的脆响，像一根绷紧的弦骤然断裂，将这幅画卷撕开了一道刺眼的口子。所有声音仿佛都被按下了暂停键，行人的脚步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目光齐刷刷地投向声音的来源。一家装潢雅致的糕点店门口，只见一个中年妇人，头发有些散乱，脸涨得通红，正死死揪着一个年轻女人的头发。那妇人是陈玉芬，她喘着粗气，眼睛里燃烧着熊熊怒火，胸口剧烈地起伏着，像是刚跑完一场漫长的马拉松。她脚边散落着一个翻倒的菜篮子，里面的西红柿和黄瓜滚了一地，一个红彤彤的苹果甚至滚到了马路牙子边，沾上了灰扑扑的尘土。被她揪住头发的年轻女人名叫柳妹，穿着一身浅杏色的连衣裙，此刻正狼狈地跌坐在地上。她白皙的左边脸颊上5道清晰的指印迅速浮现，火辣辣的疼。柳妹的眼中先是闪过一丝惊愕，随即被屈辱和愤怒所取代。她试图挣扎，但陈玉芬的力气出奇的大，像一把铁钳般禁锢着她。你这个不要脸的狐狸精，你还敢躲？看我今天不撕烂你的嘴！陈玉芬的声音因为极致的愤怒而变得尖利刺耳，完全不复平日里的温和。她抬起另一只手，又是一巴掌狠狠地扇了过去。啊！你干什么？你放开我！疯婆子！柳妹尖叫起来，双手徒劳地护着脸，新做的漂亮指甲在慌乱中划过了陈玉芬的手背，留下了几道浅浅的血痕。这边的动静迅速吸引了更多的人围拢过来，里3层外3层，将两人围在中央。有人小声议论，有人拿出手机拍照录像，闪光灯不时亮起，记录着这充满戏剧性的一幕。空气中除了初夏植物的清香，似乎还多了一丝火药味和看热闹人群身上散发出的各种混杂气味。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我疯，我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疯。陈玉芬此刻已经完全被怒火吞噬了理智。丈夫赵永强和这个女人在咖啡馆里相谈甚欢的画面，朋友发来的他们一起进出高档小区的照片，像一把把尖刀，反复切割着他的心脏。我辛辛苦苦跟他熬了半辈子，给他生儿育女，操持家务，熬成了黄脸婆。你凭什么？你凭什么年轻漂亮就能勾引别人的老公？我今天非要让你知道厉害。他的膝盖狠狠顶在柳妹的腰间，让她动弹不得。巴掌和拳头雨点般落在柳妹的身上、头上。柳妹的哭喊声、求饶声与陈玉芬的咒骂声，以及周围人群的嗡嗡议论声混杂在一起，让这条平日里祥和的商业街瞬间变得混乱不堪。一个挎着菜篮子的大妈看不下去了，摇着头说：“哎呦呦，这叫什么尸体哦？有话好好说嘛，这么打人像什么样子？”旁边一个打扮时髦的年轻女孩则小声对同伴说：“肯定是原配抓小三，这种戏码最劲爆了。”陈玉芬打得有些累了，手臂发酸，但心中的怒火却丝毫未减。她看着身下这个女人哭得梨花带雨，
原本精致的妆容早已被泪水和汗水冲花，头发凌乱地贴在红肿的脸颊上，心里涌起一股报复后的虚脱感，但更多的还是深入骨髓的悲愤。他手腕上戴着一串有些年头的檀木佛珠，那是他母亲留给他的遗物。此刻因为剧烈的动作，佛珠勒得他手腕生疼，其中一颗珠子似乎也松动了。陈玉芬和赵永强结婚已经整整18年了。18年前的陈玉芬是锦城纺织厂里出了名的厂花，皮肤白净，柳眉杏眼，说话细声细气，笑起来嘴角边还有2个浅浅的梨窝。那时候厂里厂外追求他的年轻小伙子能从车间排到食堂门口。赵永强是当时众多追求者中最不起眼的一个，在厂里的动力科做一名普通的维修工，不爱说话，甚至有些木讷，但为人老实肯干，对陈玉芬更是掏心掏肺的好。陈玉芬的父母都觉得赵永强虽然家境普通，但胜在人品踏实，是个值得托付终身的人。最终陈玉芬在一片不解的目光中选择了这个不善言辞但眼神真诚的男人。婚后的日子就像厂区里那条常年流淌的小河，波澜不惊，却也细水长流。赵永强确实没有辜负陈玉芬的期望，对她呵护备至，家里的粗活累活从不让他插手。每个月的工资除了留下一点零用，其余都悉数上交。陈玉芬也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了家庭上，将他们那个50多平米的小家打理得窗明几净，温馨舒适。儿子赵启明出生后，家里更是充满了欢声笑语，墙上挂着一张一家3口在锦城植物园的合影。照片上，赵永强憨厚地笑着，搂着陈玉芬的肩膀，陈玉芬则一脸幸福地依偎在他怀里。小启明被爸爸扛在肩头，挥舞着小手，笑得见牙不见眼。那时的日子虽然清贫，但陈玉芬觉得心里是满的。生活的轨迹是什么时候开始悄悄偏离预设的航向的呢？陈玉芬自己也说不清楚，大约是从3年前赵永强被提拔为动力科副科长开始吧。他的工作开始变得忙碌起来，应酬也渐渐多了，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身上偶尔会带着淡淡的酒气和烟味。他开始抱怨工作压力大，说厂里人事复杂，效益也不如从前。以前他的内部就是翻盖手机总是随手扔在床头柜上，屏幕上还贴着儿子小时候的贴纸。现在他换了智能手机，手机不离身，甚至洗澡的时候也会带进浴室，说是怕漏接工作电话。陈玉芬起初并没有太在意这些变化，只当是男人事业上升期的正常现象。他默默地承担了家里更多的事情，尽力在赵永强回家时给他一个安静舒适的环境，煲他喜欢喝的鸽子汤，给他按摩酸痛的肩膀。他还记得有一年赵永强生日，他特意请了假，花了1下午的时间，照着菜谱学做了一桌子他爱吃的菜，想给他一个惊喜。结果等到晚上10点多，赵永强才打回电话，说科里临时有紧急会议，走不开。电话那头嘈杂的背景音里，似乎还有女人的笑声。那一桌精心准备的饭菜，他和儿子赵启明默默地吃着，味同嚼蜡。从那时起，一丝不安的阴影开始在他心头萦绕，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便会不受控制的滋长。大约半年前，陈玉芬在替赵永强清洗一件浅色衬衫时，在衣领处闻到了一股陌生的女士香水味，清甜雅致，绝不是她平日常用的那种平价花露水的味道。
他当时心里咯噔一下，状若无意地问起。赵永强显得有些不耐烦，含糊其辞地说：“可能是开会的时候，哪个女同事离得近，不小心沾上的吧。你别整天胡思乱想。”他越是这样说，陈玉芬心里的疑团就越大。他开始偷偷留意赵永强的言行举止，试图查看他的手机。但赵永强的警惕性很高，手机设置了复杂的图案锁，微信和短信也总是清理得很干净。这种种反常的行为，像一把钝刀子，慢慢地磨着陈玉芬的心。她开始失眠，常常在深夜里睁着眼睛，听着身旁赵永强均匀的鼾声，感觉这个曾经与自己亲密无间的男人变得越来越陌生。床头柜上摆放着他们结婚时买的一对情侣娃娃，穿着喜庆的中式礼服，笑容可掬。如今在昏暗的灯光下看来，那笑容却显得有些诡异和讽刺。陈玉芬在纺织厂时的老同事兼好姐妹叫李淑梅，两人年纪相仿，又差不多时间进的厂，关系一直很亲近。李淑梅是个性格爽朗、快人快语的女人，虽然已经退休在家带孙子，但两人还时常联系。这天下午，陈玉芬实在憋闷得难受，便约了李淑梅到小区附近的一家老字号茶馆喝茶聊天。茶馆里人不多，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茉莉花茶香和檀香混合的味道，古色古香的木质桌椅，墙上挂着几幅写意山水画，倒也清静。两人各点了一杯菊花普洱，又要了一碟桂花糕和一碟瓜子。陈玉芬却没什么心思品茶，她捧着微烫的茶杯，眼神有些空洞地望着窗外熙熙攘攘的街道。玉芬，你这是怎么了？约我出来，怎么一句话都不说，魂不守舍的？李淑梅嗑开一颗瓜子，将瓜子仁丢进嘴里，关切地问道：“看你这脸色，憔悴了不少，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了？”陈玉芬犹豫了一下，终于忍不住将埋藏在心底的苦楚和怀疑向李淑梅倾诉出来。从赵永强身上的陌生香水味，到他越来越晚的回家时间，再到他对自己的日渐冷淡和刻意隐瞒，他越说越激动，说到伤心处，眼圈都红了，声音也有些哽咽。永强他会是那样的人？李淑梅听完，脸上的笑容也收敛了，眉头紧锁，有些难以置信。不能吧？他平时看着多老实本分的一个人啊，对你和启明也是没得说的。玉芬，会不会是你太敏感了？这里面有什么误会？我倒希望是误会。陈玉芬苦笑一声，从随身带着的旧布包里掏出几张照片，递给李淑梅。这些照片是他花了些钱，请一个远房侄子帮忙偷拍的，画面有些晃动，但依然能清晰地辨认出照片上的人。照片的背景是一家名为云栖咖啡的西餐厅，装修得很有格调。其中一张，赵永强正和一个打扮入时、身材高挑的年轻女子面对面坐着，两人举止亲昵。那女子笑得花枝招展，一只手还看似随意地搭在赵永强放在桌上的手背上。另一张照片则是赵永强和那个女子一前一后走出咖啡厅，上了一辆崭新的白色宝马车，开车的是那个女人。李淑梅接过照片，一张张仔细看着，脸色也渐渐沉了下来。她放下照片，重重地叹了口气，这可真是永强，他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是啊，我当时看到这些照片，心都凉了半截。陈玉芬端起茶杯，猛地喝了一大口，滚烫的茶水烫得她舌头发麻，但她仿佛感觉不到疼痛。淑梅姐，你说我该怎么办？我跟他摊牌吗？我怕一旦撕破脸，
这个家就彻底散了。可要我当作什么都没发生，我又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李淑梅沉默了片刻，伸手握住陈玉芬微微颤抖的手，语重心长地说道：“玉芬，这事儿非同小可，你可千万不能冲动。依我看，在没有弄清楚那个女人的底细之前，你最好先按兵不动，免得打草惊蛇，反而让她把证据都销毁了。”那个女人的底细，陈玉芬眼中闪过一丝迷茫，她只顾着生气和伤心，还真没想过要去调查那个女人的情况。对呀，李淑梅点点头，至少要知道她是谁，是做什么的，跟永强是怎么认识的，还有那辆宝马车是谁的。如果真是永强给她买的，那问题可就严重了。陈玉芬的心猛地一沉，赵永强一个副科长，哪来那么多钱买宝马？除非他动用了家里的积蓄，甚至是贪污受贿。一想到这些，陈玉芬更是心乱如麻。他和赵永强结婚多年，家里确实攒下了一些钱，准备给儿子将来娶媳妇用的，难道都被赵永强拿去养这个狐狸精了？李淑梅见他脸色不对，连忙安慰道：“玉芬，你也别自己吓自己，事情还没弄清楚，往坏处想也没用。这样，我有个老邻居的儿子，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也认识一些能查点事情的人。你要是信得过我，我帮你问问，看看能不能查到那个女人的信息。”陈玉芬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连连点头：“淑梅姐，那就太麻烦你了，花多少钱都行，我一定要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她紧紧攥着李淑梅的手，仿佛只有这样，才能从好姐妹那里汲取到一丝力量。茶馆外，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街边的路灯一盏盏亮起，将行人的影子拉得很长。陈玉芬的心也像这沉沉的暮色一般，看不到一丝光亮。李淑梅的办事效率比陈玉芬想象的要快得多，不过3天时间，一份关于那个年轻女人的详细资料就送到了陈玉芬的手里。资料用一个牛皮纸袋装着，里面是几张 A4 纸打印的文字和几张更为清晰的照片。陈玉芬关上卧室的门，反锁好，然后才颤抖着手打开纸袋。照片上的女人正是她在咖啡馆外看到的那个，名叫柳妹，今年27岁，未婚。资料上写着她毕业于锦城一所还算不错的大学，目前在一家名为锦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企业担任董事长助理。照片有柳妹日常出入公司写字楼的，衣着干练时尚，也有她下班后开着那辆白色宝马 X1 进出一个高档小区的。那个小区名叫御景华庭，是锦城市有名的富人区，据说一套房子至少几百万起步。陈玉芬的心一点点往下沉，一个27岁的董事长助理，开着宝马，住着豪宅，这怎么看都不像是赵永强能染指得起的人物。除非赵永强真的像他之前担心的那样，挪用了家里的积蓄，甚至是在外面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用不正当的钱财去讨好这个女人。最让陈玉芬感到刺目的是资料最后附带的几张照片，那是柳妹和赵永强一同出入御景华庭小区单元门的照片。虽然拍摄角度有些刁钻，但能看出两人神态亲密。其中一张，柳妹笑意盈盈地挽着赵永强的胳膊，赵永强则低头看着她，脸上带着陈玉芬从未见过的温柔宠溺的笑容。这个笑容像一根烧红的钢针，狠狠地刺进了陈玉芬的眼睛，让她瞬间红了眼眶。董事长助理，御景华庭，宝马 X1，
陈玉芬喃喃地念着这些字眼，只觉得胸口堵得厉害，一股无法抑制的怒火和屈辱感从心底喷涌而出。她辛辛苦苦大半辈子，省吃俭用，连一件像样的首饰都舍不得买。赵永强却拿着他们夫妻共同的血汗钱，在外面养着这样一个年轻漂亮、挥金如土的女人。他甚至开始怀疑，赵永强这2年时不时说厂里效益不好，要集资入股，或者说朋友做生意周转不开借钱，是不是都是骗他的幌子？实际上是把钱都花在了这个柳妹身上。他的手因为愤怒而剧烈地颤抖着，那几张打印纸被他捏得不成样子。他猛地站起身，在狭小的卧室里焦躁地踱来踱去。不行，他不能再这样坐以待毙，他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家庭和财产被这个女人一点点侵蚀殆尽。他要去找赵永强对峙，他要把这些证据甩在他的脸上，问问他到底还有没有良心。但转念一想，如果现在就跟赵永强摊牌，以他现在被那个狐狸精迷了心窍的样子，说不定会倒打一耙，甚至直接提出离婚。那他岂不是人财两空？儿子启明明年就要高考了，他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影响儿子的学习。陈玉芬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她深吸几口气，目光再次落在那份资料上，落在了御景华庭7栋2单元180室这个地址上。一个疯狂的念头在他脑海中逐渐成型，他要去会会这个柳妹，他要亲眼看看这个女人到底有什么样的本事，能把赵永强迷得神魂颠倒。他要当面揭穿他的真面目，让他知道破坏别人家庭是要付出代价的。他从衣柜深处翻出一个很久没用过的手提包，把那份资料和照片小心地放了进去，然后他对着镜子仔细地梳理了一下有些凌乱的头发，又从抽屉里找出那支几乎没用过几次的口红，在嘴唇上重重地抹了一层。镜子里的女人面色有些憔悴，眼角也爬上了细密的皱纹，但眼神却异常坚定，透着一股豁出去的狠劲。她仿佛又回到了多年前，那个为了争取自己权益，敢在厂领导面前拍桌子的年轻姑娘。第2天下午，陈玉芬算准了赵永强要去厂里开例会的时间，特意请了半天假，打了一辆出租车，直奔御景华庭。御景华庭不愧是高档小区，门口保安盘查得十分严格，进出的车辆都需要刷卡，陌生访客则必须由业主亲自下来接，或者通过可视对讲确认身份后才能放行。陈玉芬在小区门口徘徊了许久，也没找到混进去的机会。她心里又气又急，看着那些衣着光鲜的人从自己身边从容走过，更觉得这个地方充满了对她的嘲讽。就在她几乎要放弃的时候，一辆眼熟的白色宝马 X1 缓缓驶了过来，在小区门口的闸机前停下。开车的人正是柳妹，她今天穿着一条剪裁合体的香槟色连衣裙，戴着一副时尚的墨镜，神采飞扬。陈玉芬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下意识地往旁边一棵景观树后躲了躲。她看着柳妹熟练地刷开闸机，将车开进了地下停车场。机会来了，陈玉芬立刻跟了上去，趁着保安不注意，从旁边的人行通道溜进了小区。她按照资料上的地址一路摸索着找到了7栋2单元，单元门也需要刷卡，但幸运的是恰好有一个住户买菜回来，陈玉芬赶紧跟在他身后，低着头混了进去。电梯很快就到了18楼，站在180室的防盗门前，
陈玉芬的心跳得像肋骨一样，她深吸一口气，抬手按下了门铃。门铃是那种可视的，她能从反光里看到自己紧张的有些发白的脸。等了一会儿，门内才传来一个慵懒的女声：“谁啊？”正是柳妹的声音。陈玉芬没有回答，而是又按了一下门铃。门很快被打开了一条缝，柳妹那张画着精致妆容的脸出现在门后。她显然是刚洗过澡，头发还有些湿漉漉的，身上穿着一件丝质的睡袍，领口开得很低，隐约能看到白皙的肌肤。当她看清门外站着的是陈玉芬时，脸上的表情先是一愣，随即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但很快就被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慢所取代。“是你？”柳妹挑了挑眉，语气中带着一丝不屑。“你来这里做什么？”她并没有要让陈玉芬进门的意思。“我来做什么？你心里不清楚吗？”陈玉芬强压着怒火，冷冷地说道。“柳妹小姐，我们谈谈吧。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柳妹说着就要关门。“你敢！”陈玉芬眼疾手快，一把抵住了门。“你要是不让我进去，我就在这里大声嚷嚷，让整个小区的人都来看看你这个当小三的是怎么勾引别人老公的。”柳妹的脸色变了变，大概是顾忌影响，最终还是不情愿地让开了身体，放陈玉芬进了屋。这是一套装修的极为奢华的大平层，客厅宽敞明亮，巨大的落地窗外是锦城市美丽的江景，昂贵的真皮沙发，晶莹剔透的水晶吊灯，墙上挂着看不懂但感觉很值钱的油画，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高级香薰的味道。这一切都与陈玉芬那个略显拥挤但温馨的小家形成了天壤之别。陈玉芬的心像被无数根针扎着一样疼，她辛辛苦苦一辈子，却连这样的一个角落都住不起，而这个年轻女人却轻而易举地拥有了这一切，而这一切很可能都是用她丈夫的钱换来的。“说吧，你想谈什么？”柳妹在沙发上坐下，姿态优雅地翘起了二郎腿，仿佛这里是她的主场。而陈玉芬只是一个不速之客，她甚至没有给陈玉芬倒一杯水。陈玉芬没有坐，她站在客厅中央，目光像扫描仪一样打量着这个奢华的房间，每一个细节都像在嘲笑她的贫穷和失败。她的愤怒在一点点累积，声音也变得越来越冰冷。“柳妹，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迷惑了赵永强，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离他远一点。他是我的丈夫，是启明的父亲，我们这个家不允许任何人破坏。”柳妹闻言，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容。“陈玉芬，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是你自己看不住自己的男人，跑到我这里来撒什么野？”她顿了顿，眼神中带着一丝挑衅。“再说了，赵永强他爱的是谁，想跟谁在一起，恐怕也不是你能决定的吧？”这句话彻底点燃了陈玉芬心中的炸药桶，她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猛地从包里抽出那叠资料和照片，狠狠地摔在柳妹面前的茶几上，玻璃茶几发出哐当一声巨响。“你看看这些，你还有什么好说的？你这个不知廉耻的女人，你花着我们家的钱，住着这么好的房子，开着那么好的车，你就不觉得亏心吗？”陈玉芬的身体因为愤怒而微微颤抖，声音也因为激动而拔高了许多。柳妹似乎被陈玉芬这突如其来的爆发吓了一跳，但她很快就恢复了镇定。她慢条斯理地拿起茶几上的照片和资料，一张张翻看着，脸上的表情似笑非笑，看不出喜怒亏心。柳妹放下手里的东西，抬起头，直视着陈玉芬，眼神中充满了不屑和一丝怜悯。“陈玉芬，
你大概还不知道吧？赵永强在你面前说的那些常理效益不好，需要用钱周转的话，有多少是真的，又有多少是用来应付你的？陈玉芬的心猛地一揪，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难道赵永强花的钱比他想象的还要多？难道他真的把家底都掏空了？你什么意思？陈玉芬的声音有些发虚。柳妹站起身，走到落地窗前，背对着陈玉芬，看着窗外繁华的江景，她的声音悠悠传来，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嘲弄，意思就是你所以为的家庭积蓄，恐怕早就不是你以为的那个数目了。赵永强在我身上花的每一笔钱，他可都是心甘情愿的。他转过身，脸上带着一丝得意的笑容。他甚至还说，等时机成熟了，就要跟你离婚，然后光明正大的娶我。你胡说！陈玉芬厉声尖叫起来，这句话像一把最锋利的刀子，狠狠地捅进了他的心脏，让他痛得几乎无法呼吸。他不相信那个曾经对自己百依百顺的男人会变得如此绝情。赵永强不是那样的人，一定是你这个狐狸精在背后挑唆他，是你迷惑了他。他像一头发疯的母狮，不顾一切地扑向柳妹，想要撕烂她那张得意洋洋的脸。接下来的场面便是本文开篇时在商业街上发生的那一幕的预演，只是此刻的战场是在这间奢华的公寓里。陈玉芬将柳妹按倒在昂贵的地毯上，拳打脚踢，嘴里不停地咒骂着。柳妹起初还尖叫反抗，但很快就被陈玉芬的疯狂攻势压制住了。花瓶被打碎在地，沙发靠垫被扔得到处都是，整个客厅一片狼藉。不知过了多久，陈玉芬打累了，才气喘吁吁地停下手。她看着蜷缩在地毯上，头发凌乱，嘴角带着血丝，浑身狼狈不堪的柳妹，心中的怒火似乎宣泄了一些，但更多的却是无尽的悲凉和绝望。她以为事情到此就该结束了，她以为自己已经给了这个小三一个永生难忘的教训。她踉跄着站起身，准备离开这个让她感到窒息的地方。就在这时，一直默不作声，只是低声抽泣的柳妹却突然撑起身体，慢慢地从地上爬了起来。她用手背胡乱地擦去脸上的泪水和血迹，凌乱的头发下，一双眼睛却出奇的明亮，带着一种异样的光芒，死死地盯着陈玉芬。柳妹深吸一口气，声音沙哑却异常清晰，一字一顿地说道：陈玉芬，你打够了吗？你以为赵永强花的那些钱真的是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吗？陈玉芬正欲转身的身体猛地一僵，她豁然回头，死死地盯着柳妹，不明白她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这里面还有什么她不知道的隐情？柳妹扶着旁边昂贵的红木边柜，勉强站稳了身体。她的脸上虽然带着伤，嘴角还在渗血，但眼神却异常平静，甚至带着一丝怜悯。她看着陈玉芬，用尽全身力气，清晰无比地说道：他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我父亲当年留给我，用来给我弟弟治病的救命钱。轰！陈玉芬只觉得脑子里像有颗炸弹猛然炸开，瞬间一片空白，她的瞳孔急剧收缩，脸上所有的血色在刹那间退得一干二净，变得惨白一片。她张着嘴想要说什么，却发现喉咙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死死扼住，发不出任何声音。一股彻骨的寒意从脚底板迅速蔓延至全身，让他控制不住地发起抖来。你说什么？他好不容易才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充满了极致的震惊和难以置信。
陈玉芬只觉得脑子里像有颗炸弹猛然炸开，瞬间一片空白，她的瞳孔急剧收缩，脸上所有的血色在刹那间退得一干二净，变得惨白一片。她张着嘴想要说什么，却发现喉咙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死死扼住，发不出任何声音。一股彻骨的寒意从脚底板迅速蔓延至全身，让他控制不住地发起抖来。你说什么？他好不容易才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充满了极致的震惊和难以置信。柳妹深吸了一口气，似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稳住摇摇欲坠的身体。他没有理会散落在地上的那些所谓的证据，也没有看一眼被陈玉芬打得一片狼藉的客厅，只是目光沉痛地看着陈玉芬，声音因为之前的哭喊和现在的激动而显得沙哑，但每一个字都像千斤重的石头，狠狠砸在陈玉芬的心上。我说，赵永强，你的丈夫，他从我这里拿走的每一分钱都是我爸爸用命换来的，是给我弟弟柳晨治白血病的救命钱。白血病，救命钱。陈玉芬喃喃重复着这几个字，只觉得天旋地转，眼前阵阵发黑，几乎要站立不稳。她下意识地扶住了旁边冰冷的墙壁，才没有让自己倒下去。柳妹凄然一笑，泪水再次不受控制地涌了出来，混合着嘴角的血迹，在她红肿的脸颊上划出2道狼狈的痕迹。我父亲是锦城钢铁厂的老工人，3年前在一次设备检修事故中，为了抢救国家财产牺牲了，厂里赔了一笔钱，还有他的一些积蓄，总共80万。这笔钱我和我妈一分都没敢动，全都存起来，准备给我弟弟柳晨做骨髓移植用的。他顿了顿，似乎在平复自己的情绪，声音里带着浓浓的悲伤和绝望。柳晨今年才20岁，刚上大学就查出了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医生说，唯一的希望就是尽快找到匹配的骨髓，然后进行移植手术，后续还要大笔的康复费用。那80万就是他的全部希望。陈玉芬呆呆地听着，大脑一片混乱。她想起自己资料里看到的，柳妹在一家贸易公司做董事长助理，开着宝马，住着豪宅，这怎么可能和救命钱联系在一起？柳妹仿佛看穿了他的心思，惨笑道：“你一定在想，既然有这笔救命钱，我为什么会住在这里，开着那样的车，是吗？你一定以为这些都是赵永强用你们的钱给我买的，以为我是个被他包养的无耻小三，对不对？”陈玉芬张了张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她的确是这么想的，而且深信不疑。也正是因为这份确信，她才有了之前那些疯狂的举动。2年前，我弟弟的病情突然恶化，急需一大笔钱进行前期的化疗和寻找骨髓配型。我当时刚工作没多久，积蓄微薄，我母亲身体又不好，整日以泪洗面，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四处求爷爷告奶奶地借钱，但能借到的都是杯水车薪。柳妹的声音渐渐低沉下去，仿佛陷入了痛苦的回忆之中。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赵永强出现了。听到丈夫的名字，陈玉芬的身体猛地一颤。他是通过一个远房亲戚介绍认识的，说是我们锦城的老乡，在动力科当领导，路子广，人脉多，或许能帮上忙。柳妹继续说道，她一开始表现得特别热心，嘘寒问暖，帮我联系医院，找专家，还说他认识一些做生意的朋友，可以帮我把手里的钱做一些短期投资，让钱生钱，这样就能更快凑够手术费。
他说的天花乱坠，还给我看了他伪造的一些所谓投资合同和收益报表。我当时急疯了，病急乱投医，又看他一副忠厚老实、乐于助人的样子，就相信了他。柳妹的脸上露出了深深的悔恨和自责。我把那80万里剩下的75万分批交给了他，让他帮我打理。一开始，他每个月还会象征性的给我一些所谓的收益，几千块钱，让我更加信任他。他说这房子是他用我的钱投资房地产赚来的，暂时写在他的名下更方便操作，等以后过户给我。那辆宝马车也是他说为了方便我出行，用投资收益买的二手车，登记的也是他的名字。他说这样可以避税，等以后一起转给我。我当时竟然都信了。柳妹越说越激动，声音也因为悔恨而颤抖。直到半年前，我弟弟的病情再次加重，医院下了病危通知，急需一大笔钱进行抢救性治疗。我去找赵永强要钱，他却开始找各种借口推脱，说钱投进去了，暂时取不出来。我逼得紧了，他才跟我摊牌，说那些钱大部分都被他拿去赌博输光了，还有一部分被他用来维持他领导的体面，请客送礼，挥霍掉了。什么？陈玉芬失声惊呼，这个真相如同晴天霹雳，将他彻底击垮。她怎么也想不到，自己那个看似老实巴交的丈夫，竟然会做出如此丧尽天良的事情，骗取一个孤女的救命钱，用别人的血泪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和欲望。我不信他会这么对我。柳妹痛苦地摇着头，我跪下来求他，让他把剩下的钱还给我，哪怕只有一点点，能救我弟弟的命就行。他却反过来威胁我，说如果我敢报警，或者把事情闹大，他就说我是小三，是我主动勾引他的，还要把那些他用我的钱买的房子车子都收回去，让我一无所有，也让我弟弟彻底失去希望。他还说只要我乖乖听话，扮演好他情人的角色，在他老婆面前演几场戏，让他能顺利离婚，他或许会考虑给我一点钱。他说他老婆是个没见过世面的黄脸婆，肯定会相信我是小三，只要我配合他，他就能净身出户，然后把一部分财产分给我。他说这是我拿回钱的唯一机会。柳妹抬起头，泪眼婆娑地看着陈玉芬，眼神中充满了绝望和一丝哀求。陈大姐，你现在明白了吗？我不是什么小三，我才是真正的受害者。我今天下午在商业街遇到你，我本来想跟你解释，可是你根本不给我机会。赵永强他不是人，他是个骗子，是个畜生，他毁了我弟弟的希望，也毁了我的一切。柳妹再也支撑不住，瘫软在地，放声痛哭起来。那哭声撕心裂肺，充满了无尽的悲愤、悔恨和绝望，像一把把尖刀凌迟着陈玉芬的心。陈玉芬呆立当场，如遭雷击，真相像剥洋葱一样一层层揭开，辛辣刺鼻，让她泪流满面。她一直以为自己是婚姻的受害者，是来捉奸的正义使者，却没想到自己只是赵永强卑劣计划中的一颗棋子，一把被他利用来对付另一个可怜女人的刀。他打的不是小三，而是一个被逼入绝境，为了救弟弟而不得不忍辱负重的苦命人。他看着地上哭得肝肠寸断的柳妹，再回想起自己刚才那些恶毒的咒骂和残忍的殴打，一股无法言喻的羞愧、悔恨和恶心感如同潮水般将他淹没。他的脸颊火辣辣的发烫，比刚才打人时还要烫。他觉得自己肮脏不堪，
卑劣至极。他踉跄着后退了几步，靠在墙上，浑身都在发抖，嘴里发苦，胃里翻江倒海。那个他爱了半辈子、信任了半辈子的男人，那个他以为只是犯了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的丈夫，原来竟是一个如此阴险歹毒、毫无人性的恶魔。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奢华的客厅里只剩下柳妹压抑不住的哭泣声和陈玉芬粗重而痛苦的喘息声。窗外，锦城市的霓虹灯已经次第亮起，将这个城市的夜晚点缀得五光十色。但在这间屋子里，却弥漫着令人窒息的绝望和冰冷。陈玉芬的脑子里乱成一团浆糊，柳妹的每一句话都像重锤一样敲打着她的神经，让她对赵永强的认知彻底崩塌。那个曾经在她生病时彻夜守护，在她受委屈时为她出头的男人，那个在她心中一直扮演着顶梁柱角色的丈夫，怎么会变成这样一个卑鄙无耻、毫无人性的骗子？她不敢相信，也不愿意相信。可是柳妹脸上和身上的伤痕是那么真实，她哭声中的绝望和痛苦是那么真切。那些关于弟弟病情的细节，关于救命钱的来龙去脉，都清晰得不容置疑。而自己之前从李淑梅那里得到的关于柳妹的资料，那些高档小区、宝马车，现在看来都成了赵永强精心编织的谎言的佐证，也成了柳妹被胁迫的枷锁。他想起自己刚才像个泼妇一样对柳妹进行的殴打和辱骂，想起自己那些自以为是的正义凛然，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此刻都像烧红的烙铁一样，狠狠地烙在他的心上。他打的不是破坏自己家庭的小三，而是一个走投无路、被自己丈夫欺骗和胁迫的可怜女人。他不仅没有帮到这个可怜人，反而成了赵永强计划中伤害他的帮凶。一股强烈的恶心感和自我厌恶涌上心头，让陈玉芬几乎要呕吐出来。他看着蜷缩在地上哭泣的柳妹，那个比自己儿子大不了几岁的年轻姑娘，因为自己的愚蠢和冲动，承受了本不该由她承受的屈辱和伤害。对不起，陈玉芬的声音干涩沙哑，充满了无尽的愧疚。她想走上前去扶起柳妹，想对她说更多道歉的话，但双腿却像灌了铅一样沉重，怎么也迈不开步子。她觉得自己没有脸面去面对这个被自己深深伤害的女孩。柳妹似乎哭累了，哭声渐渐小了下去，只剩下断断续续的抽噎。她慢慢抬起头，红肿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空洞地望着前方，仿佛失去了所有的焦点。陈玉芬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现在不是沉溺于自责和悔恨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接下来该怎么办？赵永强的罪行必须被揭露，他必须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柳妹弟弟的救命钱也必须想办法追回来。他慢慢走到柳妹身边，蹲下身子，用颤抖的手轻轻拍了拍柳妹的肩膀。柳妹，姑娘，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我对你造成的伤害，他哽咽着说不下去。柳妹似乎没有听到他的话，依旧沉浸在自己的悲伤之中。陈玉芬咬了咬牙，从包里拿出手机，手指在屏幕上犹豫了片刻，最终还是按下了1103个数字。但在即将播出的那一刻，他又停住了。如果现在报警，赵永强固然会受到惩罚，但柳妹弟弟的钱呢？一旦进入司法程序，这些被挥霍掉的钱还能追回来多少？会不会耽误了柳晨的治疗？他必须先和柳妹商量一下。柳妹，陈玉芬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温和一些。
你先起来好不好？地上凉，我们好好谈谈，想想办法。赵永强做的这些事，我们不能就这么算了。柳妹缓缓地转过头，看着陈玉芬，眼神中带着一丝茫然和困惑，似乎不明白这个刚刚还对自己拳打脚踢的女人，为什么态度会发生180度的大转变。陈玉芬从他的眼神中读懂了这份不信任，心中更加愧疚。他努力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我是陈玉芬，赵永强的妻子。刚才是我不对，我误会了你，我向你道歉。你放心，我既然知道了真相，就绝对不会袖手旁观。我们一起想办法，把赵永强这个畜生绳之以法。把属于你的钱要回来，给你弟弟治病。听到给你弟弟治病这几个字，柳妹的眼神中终于恢复了一丝光彩。她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猛地伸出手，紧紧抓住了陈玉芬的手腕，指甲因为用力而深深陷进了陈玉芬的肉里，但陈玉芬却仿佛感觉不到疼痛。真的吗？柳妹的声音因为激动而颤抖。你真的会帮我吗？他可是你丈夫啊！他不在世了。陈玉芬斩钉截铁地说道，语气中充满了决绝。从我知道他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开始，他就已经不是我的丈夫，不是启明的父亲了。他是个人渣，是个罪犯。我陈玉芬就算瞎了眼，也不会再认他。他扶着柳妹，慢慢地从地上站了起来。两个原本应该是情敌的女人，此刻却因为一个共同的仇人，因为一段被揭开的丑陋真相，暂时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上。陈玉芬看着柳妹脸上的伤，心中一阵刺痛。她从自己的包里翻出纸巾，想替柳妹擦拭脸上的血迹和泪痕。柳妹却下意识地瑟缩了一下，显然对她还心有余悸。陈玉芬的手僵在半空中，心中充满了苦涩。她知道，弥补自己犯下的过错，取得柳妹的信任，还需要时间。柳妹，你这里有没有赵永强诈骗你钱财的证据？比如转账记录，或者他跟你说那些话的录音、聊天记录之类的。陈玉芬问道。这是目前最关键的事情。柳妹茫然地摇了摇头。他很狡猾，大部分钱都是让我取现金给他的，转账记录只有最初的几笔小数目，而且他后来逼我写过一些自愿赠与的字据，说是为了应付他老婆查账。他说着，眼神又暗淡了下去。陈玉芬的心一沉，赵永强果然是处心积虑，早就算计好了一切。这样一来，想要通过法律途径追回钱款，难度就更大了。不过，柳妹像是想起了什么，眼睛里又闪过一丝希望。她有一个秘密的账本，我偶然间看到过一次，就藏在她卧室床头柜最下面的那个抽屉里，上了锁的。我猜那里面可能记录了她这些年的一些不干净的账目，或许会有关于我这笔钱的记录。他卧室的账本，陈玉芬心中一动。他知道赵永强确实有一个带锁的抽屉，平时宝贝得很，从不让他碰。难道那里面真的藏着他的罪证？我们必须拿到那个账本。陈玉芬当机立断。夜色渐深，陈玉芬和柳妹简单处理了一下柳妹脸上的伤口，又帮她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虽然柳妹对陈玉芬仍心存芥蒂，但在求生的本能和对赵永强的共同憎恨下，她还是选择了暂时相信陈玉芬。两人商议之后，决定立刻赶回陈玉芬和赵永强的家。那个曾经被陈玉芬视为温暖港湾，如今却可能藏污纳垢的地方。他们必须在赵永强回家之前，找到那个可能藏有他罪证的秘密账本。
出租车在夜色中疾驰，车窗外的霓虹灯光怪陆离地闪烁着，映照在两个女人凝重而焦虑的脸上。陈玉芬的心情极为复杂，她既希望能在那个抽屉里找到赵永强犯罪的铁证，将他绳之以法，为柳妹讨回公道，又隐隐有些害怕看到更多不堪的真相，害怕那个自己共同生活了近20年的男人，其丑陋的嘴脸会完全超乎他的想象。柳妹则一路沉默不语，只是紧紧地攥着衣角，手心全是冷汗。她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那个虚无缥缈的账本上。很快，出租车停在了陈玉芬家所在的老式居民楼下，楼道里的灯光昏暗而闪烁，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陈旧的味道。陈玉芬掏出钥匙，手微微有些颤抖地打开了家门。屋子里一片漆黑，静悄悄的。赵永强还没有回来，陈玉芬松了一口气，立刻带着柳妹轻手轻脚地走进了主卧室。卧室的陈设很简单，一张双人床，一个衣柜，一个床头柜，一切都和他离开时一模一样，但此刻在他眼中却充满了陌生的含义。那个带锁的抽屉就在床头柜的最下面一层，锁是很普通的那种小锁。陈玉芬记得赵永强以前跟他说过，钥匙他都随身带着。怎么办？没有钥匙，我们打不开啊。柳妹有些焦急地说道。陈玉芬在房间里环视了一圈，目光落在了梳妆台上的一个首饰盒里。她走过去，打开首饰盒，从里面翻出一根细长的发夹。她以前听人说过，这种简单的锁有时候用发夹也能捅开。她拿着发夹，蹲在床头柜前，深吸一口气，小心翼翼地将发夹的一端伸进锁孔里，凭着感觉轻轻拨弄着。柳妹则紧张地站在一旁，连大气都不敢出。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陈玉芬的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她的心跳得很快，既怕打不开，又怕弄出太大动静惊动了邻居。咔嗒一声轻响，锁开了。陈玉芬和柳妹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一丝惊喜和紧张。陈玉芬慢慢地拉开抽屉，抽屉里并没有像他们想象的那样放着一个账本，而是一个看起来很普通的黑色笔记本和几叠用牛皮筋捆着的现金，目测大约有3、4万块。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零散的首饰、金条以及几张银行卡。陈玉芬拿起那个黑色笔记本，翻开第1页，上面是赵永强龙飞凤舞的字迹。这确实是一个账本，但记录的并不是什么大额的贪污受贿，而是一些日常的开销、人情往来，以及一些数字和代号。这都记得什么啊？根本看不懂。柳妹凑过来看了一眼，失望地说道。陈玉芬也皱起了眉头，这些记录杂乱无章，很多都用了简写和她不认识的符号，确实很难看明白。她耐着性子一页页地翻着，希望能找到一些与柳妹那笔钱相关的线索。突然，她的目光停在了其中一页，那一页的日期正是2年前柳妹父亲去世后不久，上面用红笔写着几个字：柳家丫头75，已入袋，分批用。旁边还画了一个小小的笑脸符号。找到了！陈玉芬失声叫道，手指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虽然只有短短几个字，但柳家丫头75这些信息无疑指向了柳妹和她那笔被骗走的75万救命钱。已入袋，分批用，更是赤裸裸地暴露了赵永强的罪恶企图。柳妹也看到了那行字，眼泪瞬间夺眶而出。这就是证据，这就是赵永强犯罪的铁证。就在这时，楼道里传来了脚步声，
以及赵永强哼着小曲的声音。他回来了。陈玉芬和柳妹脸色大变。陈玉芬慌忙将笔记本塞进自己的包里，又把抽屉里的现金和那些零散的东西胡乱扫进一个塑料袋，也塞进了包里。他拉着柳妹想要从卧室出去躲起来，但已经来不及了。咔嗒，房门被打开了。赵永强提着一个公文包，满身酒气地走了进来。他看到卧室的灯亮着，微微有些诧异，随即就看到了站在卧室中央的陈玉芬，以及他身后的柳妹。赵永强的脸色瞬间变了，酒意也醒了大半。他先是愣了一下，随即眼中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就被恼羞成怒所取代。陈玉芬，你们怎么会在这里？柳妹，我不是让你……他下意识地想呵斥柳妹，但话说到一半，就看到了陈玉芬手中紧紧攥着的那个黑色笔记本，以及她脸上冰冷而决绝的表情。赵永强的心猛地一沉，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他下意识地摸向床头柜的抽屉，发现锁已经被打开，里面空空如也。你们动了我的东西！赵永强勃然大怒，指着陈玉芬厉声喝道：“陈玉芬，你长本事了啊！敢联合外人来翻我的东西，你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陈玉芬冷笑一声，举起手中的笔记本：“赵永强，我倒想问问你，你想干什么？柳家丫头75已入袋，分批用，你倒是给我解释解释，这是什么意思？”赵永强看到笔记本上的那行字，脸色瞬间变得惨白，额头上渗出了冷汗。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最隐秘的秘密竟然会被陈玉芬以这种方式翻了出来。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赵永强眼神躲闪，还在试图狡辩。那是我随便记的一些东西，跟你没关系，没关系。柳妹再也忍不住了，冲上前指着赵永强，声泪俱下地控诉道：“赵永强，你这个骗子，你还想抵赖吗？那75万是我爸爸的卖命钱，是我弟弟的救命钱，你把他骗走，害得我弟弟现在还在医院里等死，你还有没有良心？你是不是人？你胡说八道，血口喷人！”赵永强被柳妹揭穿了老底，恼羞成怒，竟然扬起手就要打柳妹。住手！陈玉芬厉喝一声，一把将柳妹拉到自己身后，怒视着赵永强。赵永强，到了这个时候，你还想动手打人吗？你做的那些龌龊事，以为真的能瞒天过海吗？这个账本就是你的罪证，我已经报警了，警察很快就到。其实陈玉芬并没有报警，他只是想炸一下赵永强。果然，赵永强听到报警2个字，眼中闪过一丝恐惧。他知道，一旦警察介入，自己这些年的所作所为，尤其是诈骗柳妹那笔巨款的事情，就彻底藏不住了。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玉芬，不，老婆，你听我解释，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赵永强立刻换上了一副可怜兮兮的表情，试图向陈玉芬求饶。我是一时糊涂，我鬼迷心窍，我也是被逼的啊。那些钱我大部分都拿去打点关系了，为了咱们这个家，为了启明的前途啊。闭嘴！陈玉芬厌恶地打断了他的话。赵永强，你还要演到什么时候？为了这个家，为了启明，你骗走别人救命钱的时候，怎么没想过别人家里也有病人等着救命？你拿着那些带血的钱去挥霍，去养女人，去满足你那可悲的虚荣心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我没有养女人，柳妹她根本不是我的情人。赵永强急于撇清关系。是啊，她不是你的情人。陈玉芬冷笑道，她是你精心挑选的受害者，
是你用来满足你变态欲望的工具。你不仅骗了他的钱，还想毁了他的名声，甚至还想利用我来对付他。赵永强，你简直比魔鬼还要恶毒！赵永强被陈玉芬说得哑口无言，脸色一阵红一阵白。他知道自己彻底完了。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警察，例行检查，请开门。陈玉芬和柳妹都是一愣，他们并没有报警，怎么会有警察来？赵永强更是面如死灰，双腿一软，几乎要瘫倒在地。敲门声越来越急，陈玉芬定了定神，走过去打开了房门。门外站着的并不是警察，而是她的好姐妹李淑梅，以及李淑梅那个在律师事务所工作的侄子，还有几个看起来像是记者的人，手里拿着相机和录音笔。玉芬，李淑梅看到屋里的情景，也是吃了一惊，但随即就明白了大概。她拉着陈玉芬的手说道：“我给你打电话，一直没人接，不放心，就叫上我侄子过来看看。这几位是我侄子律所合作的媒体朋友，他们对这类家庭财产纠纷的案子比较关注。”原来李淑梅在陈玉芬下午找她哭诉之后，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尤其是当她听说柳妹住在高档小区，开着豪车，而赵永强的收入水平根本无法支撑这些开销时，他就怀疑这里面可能有更深层次的问题，甚至可能涉及到经济犯罪。他不放心陈玉芬一个人去处理，又联系不上他，情急之下只好带着懂法律的侄子和相熟的记者一起过来，希望能帮上忙。没想到正好撞上了这一幕。记者们看到屋内的情景以及散落在地上的证据，立刻意识到这里面有料可挖，纷纷打开相机和录音笔，开始提问。赵永强彻底瘫软在地，面如死灰。他知道，在这么多人的见证下，在这些长枪短炮面前，他的一切罪行都将无所遁形。在李淑梅和他侄子的帮助下，以及媒体记者的介入下，赵永强诈骗柳妹巨额救命钱的罪行很快就被彻底揭露了出来。那个黑色的笔记本，以及陈玉芬从抽屉里找到的现金和银行卡，都成了赵永强犯罪的重要证据。公安机关迅速立案侦查，面对铁证如山，赵永强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对自己利用各种手段骗取柳妹父亲赔偿款75万元，并用于赌博、挥霍及购买房产、车辆等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他还交代了其他一些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侵占公款的违法行为。最终，法院以诈骗罪、职务侵占罪、受贿罪数罪并罚，判处赵永强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他名下用柳妹的钱购买的房产和车辆，经查证后被依法强制执行，变卖后返还给了柳妹。虽然由于赵永强的挥霍和赌博，柳妹最终只拿回了40多万，但对于她和她弟弟来说，这已经是绝境中的一丝曙光。在案件审理期间，柳妹弟弟柳晨的病情牵动了许多人的心。媒体对赵永强的恶劣行径进行了深入报道，同时也呼吁社会各界向柳晨伸出援手。锦城市慈善总会发起了一项专项募捐活动，很多热心市民和企业纷纷捐款。陈玉芬也将自己家中仅有的一些积蓄，以及赵永强藏匿的那些现金都拿了出来，匿名捐给了柳晨。他知道这点钱对于柳晨的治疗费用来说可能只是杯水车薪，但这是他目前唯一能做的弥补。赵永强入狱后，
陈玉芬毅然决然地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法庭上，面对这个曾经的枕边人，陈玉芬心中没有一丝留恋，只有无尽的失望和厌恶。她平静地陈述了赵永强的种种恶行，以及他对家庭造成的巨大伤害。法院最终判决两人离婚，儿子赵启明由陈玉芬抚养，赵永强需支付抚养费至赵启明成年。对于陈玉芬来说，这段时间的经历如同一场噩梦。她不仅要承受丈夫背叛和欺骗的打击，还要面对周围邻居和同事异样的目光。她曾经当街殴打柳妹的事情，虽然事出有因，但也让她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但她都默默地承受了下来。她知道，这是她为自己的冲动和识人不清付出的代价。儿子赵启明在得知父亲的所作所为后，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他一度变得沉默寡言，学习成绩也受到了影响。陈玉芬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她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陪伴儿子，耐心地开导他，告诉他父亲的错误不应该由他来承担，他应该努力学习，将来做一个正直、善良、有担当的人。在母亲的关爱和鼓励下，赵启明渐渐走出了阴影，重新振作起来，并在次年的高考中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柳妹在拿回部分钱款和社会各界的帮助下，终于为弟弟柳晨凑够了骨髓移植的费用。手术进行得很顺利，柳晨的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正在逐步康复之中。柳妹也重新找了一份工作，虽然没有以前那么光鲜亮丽，但她做得很踏实。她用自己的努力和汗水支撑着自己和弟弟未来的生活。岁月如梭，一晃3年过去了，锦城市早已恢复了往日的喧嚣与平静。赵永强这个名字也渐渐被人们淡忘在记忆的角落里。陈玉芬的生活也步入了正轨，她在一家超市找了一份收银员的工作，虽然辛苦，但收入稳定。儿子赵启明已经上了大3，学习成绩优异，还拿到了奖学金，是他的骄傲和希望。母子俩相依为命，日子过得虽然清贫，但却很安心。她和李淑梅依旧是最好的姐妹，时常一起逛街买菜，聊聊家常。李淑梅常常感叹说，陈玉芬经历了那么多，却变得比以前更坚强，也更通透了。对于曾经当街殴打柳妹的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陈玉芬心中始终存有一份深深的愧疚。虽然她后来尽力弥补，也得到了柳妹一定程度上的原谅，但她知道，有些伤害一旦造成，就很难彻底抹平。这也成了她人生中一个深刻的教训，让她明白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被愤怒冲昏头脑，遇事要冷静求证，更不能轻易伤害他人。这天是周末，陈玉芬休息，她像往常一样去菜市场买菜。在路过曾经殴打柳妹的那条商业街时，她的脚步不由自主地放慢了一些。街边的店铺换了几家，但那家糕点店依然还在。她仿佛又看到了3年前那个混乱而狼狈的午后。突然，一个熟悉的身影映入她的眼帘，是柳妹。她穿着一件朴素的棉布连衣裙，手里牵着一个看起来气色不错的年轻男孩。两人正有说有笑地从一家书店里走出来。那个男孩应该就是他的弟弟柳晨吧，看起来恢复得很好。柳妹也看到了陈玉芬，她先是微微一怔，随即脸上露出了一个浅浅的、有些复杂的笑容。她牵着弟弟的手，主动向陈玉芬走了过来。陈阿姨，柳妹轻声叫道，语气平静而自然。柳妹、柳晨，你们好。
陈玉芬也有些局促地回应道：“陈阿姨，这是我弟弟柳晨。柳晨，快叫陈阿姨。”柳妹对弟弟说道：“陈阿姨好。”柳晨有些腼腆地向陈玉芬问好，眼神清澈而友善，简单的几句寒暄，却仿佛化解了沉积多年的尴尬和隔阂。陈玉芬看着柳妹和柳晨脸上洋溢着的对未来生活的希望，心中百感交集。她知道，生活虽然曾经给他们都带来了巨大的苦难，但只要不放弃希望，勇敢地走下去，就一定能迎来新的曙光。他们没有过多交谈，只是微笑着道别，然后各自走向了不同的方向。陈玉芬提着菜篮子继续往前走，阳光洒在她身上，暖洋洋的。她抬起头，看着湛蓝的天空，长长的舒了一口气。生活还要继续，她会带着过去的教训，和儿子一起努力把未来的日子过好。至于赵永强，他将在监狱里为自己的罪行付出应有的代价，这是他咎由自取，怨不得任何人。这个世界或许没有绝对的公平，但善恶终有报，这或许就是最朴素的真理吧。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